大雄正美美的享受着阳光、电车和卧铺，可突然间冒出 N 名大汉，活生生把大雄的美好时光挤成了北上广的早高峰电车。小夫嘲笑大雄家一贫如洗，不配坐电车去学校，这话深深刺激到了蓝胖子，就要给大雄在家里造个车站。可大雄不领情，非说这自主轨道是玩具。蓝胖子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先是绕着家里围墙安装轨道，然后在门口放上桥梁和变电所，最后设置好车站，大雄站就完成了。大雄一看，这不还是玩具吗？蓝胖子气得反手拿出一箱子列车。大雄首先看中的是老式内燃机车，但瞥见蓝胖子那看土鳖的表情，他二话不说就换了个卧铺车。这选择可以说是大雄本熊了。列车一放上轨道，车站里就出来一张卡片，拿着这张卡，眼睛一闭一睁，大雄人就被吸进车里了。列车启动，大雄还从这要找大雄当跑腿工具人的老妈面前完美飘过，绕着院子开了一圈，列车稳稳停下。作为偷懒方面的天才，大雄已经开始脑补躺着去学校的画面了。虽然蓝胖子只答应给他道具自己去铺路，但这一劳永逸的好事儿，大雄还是很乐意干的。要说大雄也真能忽悠，一听说可以有白嫖的上学电车，全都心甘情愿地加入了轨道铺设大军。人多力量大，黄昏时分，大雄放上最后的教室站，整条轨道就铺设完成了。要说大雄他们也就图一乐，真专业还得看蓝胖子，他一小轨道就瞧出毛病了。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虽然大雄还说这是玩具，但行车不规范，亲人两行泪。为了避免惨剧发生，蓝胖子加班加点赶制出列车时刻表，挨个打电话通知小伙伴们。次日凌晨，轨道员蓝胖子正式上岗，已到了大雄出发的点了，但他一点也不着急，扛着枕头就出门了，一边补觉一边去学校。这是神仙般的日子。蓝胖子本以为送走大雄就万事大吉了，转眼线路就出故障了。原来小夫昨天把轨道铺到沈城先生家门口，前有阿姨洗铁路，现有大叔扫铁路，这可苦了赶着去上学的小伙伴们。坐车上学还得拼命跑去换乘，大雄睡得正香呢，突然满头大汗。谁让最近的列车就是大雄这辆呢？本来是舒适的卧铺车，这下和北上广的地铁没啥区别了。祸不单行，吊桥又被熊孩子撞开了，现在回头铁定会迟到。那么胜利的法则就只有一个了，冲呀！空中飞车成功落回轨道，大家刚松口气，列车缓缓地停了下来。这次是变电所被狗尿的短路了，所以无法给列车提供电力。迟到是不可能会迟到的，蓝胖子身为轨道员是不会让大家迟到的。别看内燃机车老土，但在没有电力的时候，他就是永远的神。就这样，秋名山车神蓝胖子开启红色有角3倍模式，一路带飞小伙伴们。大家会不会连隔夜饭都吐出来已经不重要了，能跑赢老师才是关键。终于列车超过了老师，小伙伴们迎来了胜利的曙光。老师推开门走进教室，只听见一群人喊着再也不坐电车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对于不靠谱的朋友提出的方案，自己一定要有个 Plan B， 否则真的出了意外就只能自求多福了。那么小伙伴们现在都是用什么方式去学校的呢？不要走开，下集更精彩。小伙伴们自创水滑梯玩得不亦乐乎，但为何一直是怂包的大雄却滑出了全镇最高难度呢？小伙伴们靠关系户小夫进了水滑梯乐园，却遇上了排队5小时，大雄整个人都不好了，也就蓝胖子宠他，说要为他做一个。大雄一听，原地满血复活，眼睛一闭一睁就开始动工了。海洋乐园原材料的海水是必不可少，蓝胖子小手抖一抖，海水竟变成了一团软软的东西，原来这是水加工粉中海绵粉的功效。大雄二话不说就上去玩蹦床，蓝胖子反手就撒上一波铁粉，大雄差点撞得屁股开花。蓝胖子把水加工粉撒进了大海里，二人开始运水制作从大雄房间到玄关的水滑梯，只要跟玩挂上钩，大雄就干劲满满，心灵手巧的都不像是陆木君认识的那个大雄君了。水滑梯制造完成，然后接上水龙头的水，大雄从房间出发，一路滑到大门口，估计这个月的水费又得过万了，还让买菜回家的老妈被水淹没不知所措。女子单打看来是逃不过了，家里不让见，那在外面见岂不是会更爽？有好事，大雄呢必须第一个通知未来媳妇静香，能造长滑梯的地方必定是首选，可准备工作也必定更繁重，2趟下来他俩累得再起不能。蓝胖子这才拿出建造水楼机，只要画好设计图就能自动建造狂炫酷霸拽的水滑梯，但为啥不早点拿出来呢？大雄的设计图放进机器，另一头的水管连接大海，很快建造水楼机就像放鞭炮一样噼里啪啦的喷出各种形状的水砖，将水滑梯建好那就是分分钟的事儿。猴急的大雄和蓝胖子直接飞流直下3000尺，却在一个转弯处折了腰。
胖虎和小夫很荣幸的当了人肉气垫。一听有免费的水滑梯玩，小伙伴们可来劲儿了。凡尔赛小夫自荐要当设计师，毕竟世界各处的水滑梯他都玩过。这样追求刺激，后山山顶是个不错的选择。最后一路滑到学校，反正现在是暑假，里面没人，想想都爽飞了。大雄的怂并非浪得虚名，一看高度就想打退堂鼓，可在静香面前又不能丢人，只能当一个假笑男孩了。小夫采纳大家的意见，画好了设计图，蓝胖子启动建造水楼机，剩下的就是等待了。小伙伴们各回各家，各换泳装，换好衣服回到后山，水滑梯已经建好了。小夫虽然凡尔赛，但不得不说设计这方面还是可以的。胖虎和小夫一马当先滑了下去，静香本想和大雄一起，但大雄那副熊样把机会送给了蓝胖子，送分题变成送命题，大雄的追妻之路可真是不好走啊。很快大家都爽歪歪的到了学校操场上的终点，目送小伙伴们远去的大雄本想跑路，一个脚滑栽进泳圈，然后一路火花带闪电，蹭蹭又连往下冲。经过树丛时，裤衩子还被树枝勾走了，大雄就这样滑进了学校，还把老师撞得满头大包。别解释了，解不解释都得你大雄来背锅。大雄因为怂，把跟静香一起滑的机会让给了蓝胖子，但如果那人是学霸的话，小伙伴们觉得大雄还会怂吗？不要走开，下集更精彩。蚂蚱变毛毛虫，独角仙变小强，啥虫子都往静香身上放。大雄的战术折纸，实力诠释什么叫做当代达尔文。这世道连一只虫子都要欺负大雄，被夹成蓝胖子同款鼻子的他，哭丧着脸逃回家求安慰。见蓝胖子跟吼3岁小孩似的，给他一沓折纸，更是伤心欲绝。殊不知这是神奇的生物折纸，蓝胖子用他折出的千纸鹤和青蛙都变成了会飞会跳的真家伙。那么小伙伴们都会什么折纸呢？两人叫上静香一起来到了空地，蓝胖子和静香折出的蝴蝶在空地上比翼双飞，这自古红蓝出 CP。 大雄拿着张绿纸怎么也折不出蝴蝶来，人美手巧的静香又折了一只郁金香，见蝴蝶落上去采蜜，蓝胖子赞不绝口。大雄用了一张绿纸折了个蚱蜢，可静香拿在手上怎么看怎么不对劲儿，这分明是条毛毛虫。蓝胖子拿出更大的纸给静香折出了2只猫咪，还让静香用专用记号笔给其中一只画上了脸，萌翻天了，有木有？大雄看了心痒痒，也要来笔画了另一只，这一脸衰相加上秒睡，跟哆啦 A 梦中的某人好像。小伙伴们有猜到是谁吗？与此同时，补充2人组满载而归。虽然蚱蜢是小夫捉的，但胖虎的原则就是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忽然一只奇怪的蝴蝶飞过，胖虎二话不说就追了上去，画脸技术实在太烂。大雄有赌气折起了纸，好半天才折出来一个，又感觉大了点，还是扔了。终于他折出了想要的独角仙。那么问题来了，脚呢？还是静香护着大雄？结果折纸说这是雌性独角仙，这只独角仙在静香身上爬来爬去，蓝胖子有种不好的预感，这不会是只小强吧？静香吓得一溜烟跑了，弹掉了这一只，大雄还有一堆。这一波暴击直接送走静香。陆木君也很怕蟑螂，小伙伴们有不怕的吗？胖虎那面终于捉到了奇怪的蝴蝶，仔细一看居然是用纸折的，绝对是蓝胖子没跑了。一个邪恶的计划已然在胖虎脑海中生成。静香又做出了考拉、金丝雀、松鼠和兔子，个个栩栩如生。大雄灵机一动，折了个胡萝卜用来喂兔子。谢天谢地，这次没有折成别的奇怪的东西。之后静香又折了企鹅和猫头鹰，空地俨然变成了折纸动物的乐园。唯二的不可因素就是那只连静香都觉得和大雄一样能睡的猫和偷偷潜入的胖虎小夫了。趁那3人不注意，胖虎和小夫偷走了生物折纸与专用记号笔，一只八哥飞到了大雄肩膀上，还一直在复读大雄是个笨蛋。幕后黑手就站在3人背后的水泥管上，居高临下的看着他们。蓝胖子想抢回道具，被小夫折的老鼠当场秒杀。接下来他又折了一条狗对付大雄，两腿发软的大雄灵机一动，让狗坐下，合着在训犬夜叉呢。然而并没有什么用，大雄还是被追得满空地跑，蓝胖子依然处于死寂状态。天无绝雄之路，大雄兜里还有一支笔，于是他把那只大熊猫画成了老虎，打跑了狗之后，又把胖虎小夫赶走了。老虎不发威，还真当他是睡猫。到了各回各家各找各妈的时间，空地上忽然亮起了一个个的光点。静香仔细一看，
原来之前大雄折的那些小翔实际上是萤火虫，能在空地上看到这么浪漫的场景，景象少女心爆棚。大雄也被夸得老不好意思了。软弱的胖虎和小夫被大雄丢掉的那只大号屎壳郎当成了粪球推来推去，好一个老八秘制电灯泡啊！如果大雄本来想折的就是屎壳郎，又会变成什么呢？